台湾人一过55岁，就有一大批人被挤出职场，他们想做，身体也做得动，问题出在没有人要。这支影片讲的就是这一刀砍在哪里，为什么走不回来。先把最有分量的数字放前面，台湾50到54岁还有将近80%在工作，可是一跨过55岁，比例掉超过16个百分点，55到64岁只剩 53.3%。用同一个指标量，日本55到59岁是 84.2%， 60到64岁是 73.8%， 年纪比我们大，在工作的人却比我们多。差的这块不是台湾人比较懒，友善中高龄的职缺只有 28%， 只有 33% 的企业写明欢迎2度就业。但同一份调查里 93.7% 的年轻人对中高龄同事正向或中立，门不是年轻同事关上的，卡住的是履历有没有机会被打开。接下来会讲清楚几件事，这16个百分点怎么掉的？企业喊缺工却不要中高龄，劳保请领年龄在2026年是65岁，提前领最多减 20%， 延后领最高加 20%。 还有8月1日上路的劳退新制，选阅退休金的人从第一笔钱入账算起，有30日可改一次领。第一件事，我们先看那个断崖到底在哪里。很多人以为人是慢慢退出职场的，40几岁做得好好的，50几岁慢慢减量，60几岁慢慢收手，像水龙头一样一点一点关小。实际上不是，实际上是一刀。台湾50到54岁这个年龄层，还有将近80%的人在劳动市场里面。80%是什么概念？10个人里面有8个人早上还是有地方要去，月底还是有一笔钱会进来。这个比例跟40几岁的人差不了太多，可是一过55岁，这个数字就掉超过16个百分点。55到64岁这一段只剩下 53.3%， 从80%掉到53%，中间隔的不是10年，是那个生日。你身边如果有50几岁的亲戚朋友，回想一下就知道了，他们不是在55岁那年突然变得不能做事，他们的体力没有在那一年垮掉，经验也没有在那一年蒸发，他们只是在那一年前后遇到了一次公司改组，或者一次资遣，或者一次身体检查有红字，然后就再也没有走回去。16个百分点听起来像个统计名词，换算成人，那是几十万个家庭的收入在同一段时间里面断掉，一个月少3万块，一年就是36万。36万是什么？是一台国产小车，是家里2个孙子加起来1整年的补习费，是老夫妻2个人1年半的伙食钱。而且这一刀砍下去，通常不是砍1年，是砍到65岁，砍到劳保开始领为止。中间这10年，很多人是靠积蓄在撑。第二件事，我要先跟你把一组名词讲清楚，不然后面你会被数字骗。你在新闻上会看到2个很像的词，一个叫劳动参与率，一个叫就业率。劳动参与率的意思是，在这个年纪的人里面，有多少比例的人是站在劳动市场里面的。这里面包含2种人，一种是有工作的，一种是没有工作但是正在找工作的。只要你还在找，你就算在里面。就业率的意思比较单纯，就是这个年纪的人里面有多少比例的人真的有一份工作在做，正在找工作但还没找到的不算。这2个数字算法不一样，分母跟分子都不一样，所以不能拿来直接比。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市面上很多说法就是把这2个数字混在一起讲，然后得出一个很耸动的结论。我们今天讲台湾55到64岁的 53.3%， 这是劳动参与率。拿来对照的日本数据也是劳动参与率，日本55到59岁这一段是 84.2%， 60到64岁这一段是 73.8%。 同一把尺量2个国家，这样比才公平。台湾5%3，日本7%以上，差距是真的。那为什么有些报道里面会出现韩国？韩国有一个 70.5% 的数字常常被拿出来讲，那一组是就业率，不是劳动参与率。不同的尺量出来的刻度就不一样，把它跟台湾的 53.3% 放在一起，看起来很吓人，可是那个吓人是假的，是尺不同造成的。所以今天这支影片我只跟日本比，不是我偏心日本，是只有日本这一组跟我们用的是同一把尺。我把这一段特别花时间讲，是因为我希望你以后看到任何国际比较的新闻都先问一句话，这2个数字是同一种算法吗？问完这一句，你会少上很多当。那有人会问，日本为什么可以维持在70%以上？老实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复杂，
牵涉到人口结构、产业形态、企业文化，甚至是他们社会对年纪的看法。我没有办法在这里给你一个干净利落的原因，我也不想为了让话好听就编一套说法给你听，我只能很诚实的说，数字上的差距是存在的，而且不小。台湾5乘3，日本2个年龄层分别是8乘4跟7乘3，就算拿日本比较低的那一段，也就是60到64岁的 73.8% 来比，还是比台湾55到64岁的 53.3% 高出20个百分点以上。而日本那个60到64岁的族群，年纪还比台湾这个族群更大，年纪更大，在工作的人却更多。这个对照，我觉得比什么形容词都有利。第三件事，我们走进求职现场，看看50几岁的人到底遇到什么。有一份针对超高龄社会做的调查，把台湾的职缺摊开来看，结果是这样的：友善中高龄的职缺只有 28%。28% 是什么意思？10个职缺里面，只有不到3个是在条件上、在工时上、在体力要求上，真的把中高龄的人考虑进去的。剩下的7个多，不是明讲不要你，是条件写在那里，你自己看了就知道，不用去。要求轮3班的，要求可以出差的，要求熟悉某一套3年前才出来的系统的，要求年龄不拘，但是薪资写得很低的。还有一个数字更直接，只有 33% 的企业会在职缺上面写明欢迎2度就业。2度就业讲白一点，就是曾经离开职场一段时间，现在想回来的人，可能是育儿离开的，可能是照顾父母离开的，可能是生病休养离开的，也可能就是被资前以后空了1-2年。10家公司里面，只有3家愿意把欢迎2度就业这几个字写出来，剩下的7家也许不是不收，但是他们没有写。你可能觉得没写又不代表不收，投了再说。问题就在这里，一个56岁的人要在网络上填完一份履历，上传照片，写自传，可能要花掉1个下午。他不是投1份，他是投30份、50份，每一份都石沉大海。投到第几份的时候，一个人会放弃。我不知道确切的答案，但是我知道那一个个放弃的人就变成了统计上掉下去的那16个百分点。他们不是离开职场，他们是被熬走的。我再讲一个很多人没想过的细节，一个50几岁的人去投履历，他填的那份表格是照30岁的人设计的，上面问你最高学历，他的学历是40年前的，那个科系现在早就改名字了，选单里面根本找不到。上面问你熟悉哪些软体，他做了30年的事，很多是靠脑子跟经验，不是靠软体。他能一眼看出一批货的品质有问题，可是这件事在选单里面没有选项可以打勾。上面问你期望薪资，他不知道要填多少，填高了怕没人看，填低了又觉得对不起自己。那30年，最后他填了一个很低的数字，然后心里难过了一整天。这些东西不会出现在任何统计里面，可是它就是那16个百分点背后一个一个人的真实下午。第4件事，我猜你心里已经有一个问号了，企业不是天天在喊缺工吗？新闻上3天2头就是餐饮业找不到人，工厂找不到人，工地找不到人，客运找不到司机，政府开记者会讲缺工，工商团体开记者会也讲缺工。那既然这么缺，为什么50几岁的人站在门口，门还是关着？这个矛盾我们一定要把它摊开来讲。第一个原因是缺工缺的位置跟中高龄能占的位置不完全是同一个。企业喊缺的很多是需要轮班的，需要9站9走的，需要体力的第一线，这些位置本来就辛苦，年轻人不想做，所以缺。可是这些位置恰好是中高龄最难撑的。一个58岁的人膝盖不好，站8个小时没问题，站12个小时加轮夜班，撑不到3个月。所以不是没有缺，是那些缺跟他之间隔着一副膝盖。第2个原因比较不好听，但是它真的存在，那就是很多企业心里有一本没有写出来的账。他们会想，这个人55岁了，我训练他3个月，他能替我做几年？他们会想，这个人以前是科长，我现在请他来做基层，他做得下去吗？他们会想，这个人年纪比我的主管大，主管好带吗？他们还会想，年纪大了，万一在班上出事怎么办？这些念头没有一个会写在职缺说明上面，可是他们就在那里决定了那份履历会不会被打开。第3个原因是职缺
根本没有为中高龄改造过。一份工作如果切成2个半天，一个58岁的人可以做，如果整份工作只有全职一种形式，那他就进不来。一份工作如果把搬重物的部分拆出去，给机器或者给年轻人，中高龄可以做，可是很多公司从来没有想过要拆，所以缺工是真的，不要中高龄也是真的，这2件事同时成立。原因就是企业要的不是人，企业要的是能塞进现有格子里面的人，而那个格子的形状是照40岁以下的人设计的。还有第4个原因是双方的想象对不起来，企业以为50几岁的人要的是原本那个薪水那个头衔，所以连问都不问直接跳过，而很多50几岁的人其实心里早就调整过了，他们要的不是回到过去，他们要的是一份不用看人脸色，时间稳定，身体撑得住的工作，钱少一点没关系。可是这句话没有机会说出口，因为履历在被打开之前就已经被关掉了，中间差的就是一次面试的机会，一次面试15分钟，很多误会就解开了。可是那15分钟，很多人1整年都等不到。这一段讲完，你大概会有点火，我也有点。第5件事，我要帮一群人讲一句公道话。很多人直觉会觉得年轻人不想跟老人共事，觉得年轻人嫌弃，觉得代沟，觉得中高龄进了办公室会被排挤。同一份调查也问了这件事，结果是 93.7% 的年轻人对于中高龄同事持正向或者中立的态度， 93.7%， 10个年轻人里面将近9个半要么觉得好，要么觉得没差，明确排斥的是很小的一群。这个数字我看到的时候愣了一下，因为它把我原本的想象打翻了。我原本以为卡住的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原来不是。年轻的同事没有把门关上，真正把门关上的是制度那一端，是那个职缺条件的写法，是那个主管在履历上停留2秒钟就往下滑的动作，是公司里面没有人愿意去改的那张表格。换句话说，这件事不是世代对立，把它讲成世代对立，反而帮真正该负责的那一端解了套。我想跟正在听的长辈说一句话，如果你身边有50几岁还在找工作的人，请不要跟他说现在的年轻人不喜欢我们这种的，这句话不是事实，而且会让他更不敢去试。年轻人那一关多数是通的，难的是前面那一关，是那个连面试机会都不给的那一关。第6件事，我们把制度那一边讲清楚，因为讲到50几岁不好找工作，很多人下一句就是那干脆不要做了，去领劳保。那我们就把劳保这件事讲明白。先讲最基本的，劳保的老年给付，简单讲就是你工作的那些年，你自己、你的雇主还有政府3方一起按月缴一笔保费进去，缴到你符合条件的时候，这笔钱就开始回头养你。领的方式主要有2种，一种是一次领完，叫做一次金，一种是每个月固定领，一直领到最后，叫做年金。现在多数人适用的是年金这一种。年金最大的好处是它会一直发，你活得越久领得越多，它不会因为你活到90岁就停掉。而它最大的门槛就是年龄。劳保老年年金有一个法定请领年龄，2026年这个法定请领年龄是65岁，民国51年以后出生的人适用的就是65岁这个门槛。65岁不是60岁，不是55岁，是65岁。那如果我撑不到65岁怎么办？制度上有一个提前领的设计，你可以提前领，但是要打折，提前1年领减 4%， 提前2年减 8%， 以此类推，最多可以提前5年减 20%。 也就是说，最早60岁可以开始领，但是每个月拿到的金额是打8折的。反过来也一样，如果你身体还可以，工作还在，你也可以晚一点领，延后1年领增加 4%， 最多延后5年，最高可以加领 20%。 也就是说，最晚70岁开始领，每个月的金额可以变成 1.2 倍。这个减 20% 跟加 20%， 中间差的是40个百分点。用生活里的东西换算一下，你就有感觉了。假设一个人的年金全额是每个月2万块，这个2万块是我随手举的例子，不是任何人的实际数字，只是拿来看打折怎么算。提前5年领变成1万6，延后5年领变成2万4，一个月差8000块。8000块在菜市场
大概是一个月扎扎实实的伙食费，一年差将近10万，领20年，差距就是好几十万到上百万。这里我要很郑重的讲一句话，我不会告诉你应该提前领还是应该延后领，因为这件事没有标准答案，它跟你的身体状况有关，跟你手上有没有其他收入有关，跟你家里的状况有关，跟你自己活得多长有关。而最后这一件事，没有人知道答案。我能做的只是把规则摊在你面前，让你知道有这个选项，知道打折是怎么算的，要怎么决定，那是你跟你家人的事。也可以去劳保局的窗口，带着你自己的年资资料去问。顺带提一个很多人会问的数字，2026年的劳保费率是 12%， 其中普通事故保险是 11.5%， 就业保险是 1%。 我把它拆开讲，是希望你以后在薪资单上看到扣款，或者在新闻上看到不同的数字的时候，知道它到底在讲哪一块，不要慌。第7件事是今年8月刚上路的劳退新制，先讲清楚劳保跟劳退是两回事。劳保是保险，你缴保费符合条件的时候领年金，钱是从劳保基金出来的。劳退是你自己的账户，雇主每个月帮你提缴，钱是进到你名下的那个专户里面，那是你的钱。2件事，两本账，不要搞混。劳动部修正了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在2026年8月1日正式施行。这次修正里面有几件事跟正在办退休的人很有关系。第一件是月退休金的反悔期，劳退的钱领出来，可以选一次领，也可以选按月领。过去很多人的困扰是选了按月领之后才发现不对，可是已经改不回来了。新的规定给了一个反悔的机会。我要用最精准的方式讲这一句，你听仔细。选择月退休金的人，从月退休金第一次拨付真的入到你账户的那一天算起，30日之内可以申请变更为一次领，而且只能改这一次。我再说一遍，是从钱第一次入账那天开始算30日，不是核定的时候算，不是送件的时候算，是钱真的进到你户头那一天开始算。这个时间点非常重要，因为它的意思是你可以先看到第一笔钱实际入账是多少，感受一下这个金额对你的生活够不够用，然后再决定要不要改成一次领。你有30天的时间可以想，可以跟家人商量，可以去问清楚，但是这30天过了就定了，而且改的机会只有一次，改过就不能再改回来。所以如果家里有人正在办这件事，麻烦你把这句话记住，钱入账那天开始数30天。第2件是自愿提缴，劳退的部分除了雇主提缴，劳工自己也可以额外多提缴，范围是 1% 到 6%， 你自己选。新规定里面明确写着，雇主不得拒绝劳工自愿提缴。这句话为什么重要？因为过去有一些劳工说要自提，公司行政嫌麻烦，就跟他说我们公司没有在做这个，或者说系统不支援。现在这条路是通的，你要自提，雇主不能挡。那自提有什么好处？最直接的一个好处是税，你自愿提缴的那笔金额在当年度不计入个人综合所得税，意思是那笔钱是先进到你自己的退休专户，而不是先被课税。当然这笔钱也是被锁住的，要到符合请领条件才能拿出来。所以要不要自提，看的是你手头的现金够不够宽松。我一样不会建议你提多少，我只提醒一件事，如果你曾经跟公司提过要自提被拒绝，现在可以再问一次，而且你自己也可以去劳保局的管道查一查自己的提缴记录有没有确实进去，那是你的钱，你有权利看。这里再补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跟今天整支影片是扣在一起的。劳退的专户是按照你的年资跟薪资一个月一个月累积起来的，你多做1年，那个户头就多长1年。你在55岁那年被迫离开职场，那个户头也就跟着停在那里。所以中高龄就业这件事从来不是只有这个月能不能收到薪水而已，它同时决定了你的劳保年资能不能继续累积，决定了你的劳退专户还会不会长大，也决定了你要不要提前去动用那笔本来可以晚一点再领，可以多领20%的年金。一份55岁以后的工作，它的价值不只是那份薪水，它是3笔账同时在动。这就是为什么那16个百分点这么重要。第8件事也是最后一件，55岁以后，路真的就只剩下便利商店吗？不是，
我把几条比较实在的路讲给你听。第一条叫职务再设计，这个名词听起来很硬，白话讲就是把工作的方式改一改，让身体条件不同的人也能做。比方说，把要搬20公斤的工序改成推车，把要爬高的工作换成用长杆工具，把整天站的柜台加一张高脚椅，把小字的表单改成大字的，把一份需要轮3班的工作拆成2个固定班别。这些改动听起来很小，可是对一个58岁的人来说，它就是能做跟不能做的差别。台湾有政府单位在推这件事，也有相关的补助跟辅导在做。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在职场上卡在体力那一关，可以去问问看你所在县市的劳工主管机关，问职务再设计这几个字，他们就知道你在讲什么。第二条叫部分工时，不要看不起这3个字。很多50几岁的人心里有一个坎，觉得我以前做全职，现在去做半天的，是不是就低人一等？我觉得不是。一个人到了这个年纪，工作的意义本来就跟30岁不一样。30岁的工作是为了往上爬，50几岁的工作是为了让自己还有节奏，还有社交，还有一笔现金流。一份1天4小时的工作，如果让你早上有地方去，中午回家吃饭，下午还可以去接孙子，那它的价值不见得比全职低。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做部分工时的时候，你的劳保通常是可以继续的，年资在累积，就等于你在往那个65岁的门槛走。第3条是2度就业的管道，各县市都有就业服务的据点，公立的不收费，里面有专门承办中高龄就业的窗口。我知道很多长辈不喜欢去，觉得丢脸，觉得那是给没本事的人去的。我想说的是，那个地方最大的价值不是职缺本身，是他们知道哪些雇主是真的愿意用中高龄的。那 28% 的友善职缺散在茫茫的网路上，你自己一个一个翻，很难翻到。可是承办的人手上有名单，省下来的不是钱，是时间，是那一次又一次的自我怀疑。我还想多说一句关于心态的话，50几岁重新找工作，最难的其实不是找不到，是那个落差。一个做了30年的人，突然要重新去适应一个比自己小20岁的主管，要重新被教怎么打卡，要重新在群组里面被交代事情，这件事对很多人来说比体力更难撑。我不会跟你说放下身段这4个字，因为那4个字太轻松了，讲的人不痛。我只想说，那30年没有消失，你在工厂里面学会的判断，你在店面学会的看人，你在办公室里面学会的怎么把一件事收干净，那些都还在你身上，只是现在的表格填不下它们而已。表格填不下的东西，通常要靠见面才看得出来，所以能争取到面对面的机会，就尽量争取。第4条是不要把自己完全关起来。很多人找工作找到后来就不出门了，不出门就没有消息，没有消息机会就更少。以前的同事，以前的厂商，以前的客户，这些关系其实是最有用的管道，因为他们认识的是活生生的你，不是那张表格上的你。一通电话有时候比50份履历有用。最后我要讲一段比较严肃的话，当一个人找了半年工作找不到，心里是很慌的，而慌的人最容易被骗。这几年针对中高龄的话术特别多，有一种说我们这里有保证高薪的兼职，在家就可以做，1个月保证6万。有一种说你先交一笔保证金或者教材费，我们帮你安排工作。有一种说你这个年纪去外面没人要，不如来跟我们做，先花钱上一套课，上完就有案子接。我把判断的方法给你，很简单。第一，正当的工作不会要你先付钱，要你先掏钱的，不管理由讲得多好听，先停下来。第二，正当的工作不会保证你赚多少，因为没有人可以保证。看到保证2个字，警觉心要拉起来。第三，工作内容如果讲不清楚，或者要求你先提供账户，提供证件正本，那不是工作。第四，越是强调你这个年纪没有别的选择的，越要小心，因为那句话的目的就是要让你觉得自己走投无路，然后乖乖照做。你不是走投无路，那句话本身就是话术。好，这一整件事我帮你收在一起。台湾50到54岁，将近80%的人还在工作，跨过55岁掉超过16个百分点，只剩3%。日本同一个年纪，同一把尺量，还有70%以上，差在哪里？
差在友善中，高龄的职缺只有 28%， 差在只有 33% 的企业愿意把欢迎二度就业写出来。不是年轻同事不接受，因为 93.7% 的年轻人是正向或者中立的。不是这些人不想做，是门口那一关根本没有为他们开。制度这一边，劳保的法定请领年龄在2026年是65岁，提前领最多减 20%， 延后领最高加 20%。 劳退的部分，8月1日上路的新规定给了一个很实在的保障，选择月退休金的人，从第一笔钱入账那天算起，有30日可以改成一次领，只能改一次，自愿提缴雇主不能拒绝，自提的金额当年度不计入综合所得税。这些规则不会帮你找到工作，但是他们会告诉你，你脚下这条路有多宽，还剩几步。我想留最后一句话给正在听的你，如果你自己就是那个50几岁，投了很多履历没有回音的人，我想告诉你，那些没有回音的信不是在评价你这个人，他们评价的是一个还没改好的制度。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下次见面的时候不要问他找到了没有，问他今天吃饱了没有。那个50几岁坐在电脑前面重新学着写自传的人，他这辈子养活过一整个家，他值得的远远不只是一句还没找到